今天刚到大阪，放了行李，马上就来探店塔贝洛克大阪第一的拉面了。先说结论，味道还行，但不建议中国人来吃，不太符合大部分中国人的口味。我是选了拉面，没选蘸面。研究了评论，蘸面好像更不符合中国人的口味。我一会儿说。这碗面的价格还不低，就差不多快150人民币了。我加了肉，全部加起来差不多2800日元。回到正片，我再重复一个概念：为什么要以塔贝洛克排名为主探店？在中国，没人会以大众点评排名探店。两个东西有着本质区别。塔贝洛克更偏向社区论坛，日本人有什么拉面协会之类的，他们讨论研究集会能力比我们稍微强一点。塔贝洛克有一定的参考价值，但不管什么地方，肯定有利用规则排名赚钱的。像这个排名有权威性的，基本前几的店铺特别高端的很难吃到。像大众点评那些排名前几的，不要说吃到的难度了，很多生意还不如没排名的好。我在日本没见过哪个店没排名的店吃不到的，吃不到全是排名高的。作为观众，你们的时间精力也有限，还不如先了解观看排名高的店，热门店。和我一起成长，我们先把排名高，先吃一段时间热门店铺，再用主观思维去找店更好。说回这个店，我个人建议别来，我下午1点15排到2点半才吃上的，菜单完全看不懂。在我这里加分的没有中英文菜单，能确定是本地人吃的店。在我附近所有人聊天没外国口音，都是日本人，完全不像东京吃的入路，一个日本人都没。我们要学习日本人，要懂得宣传自己店内的食材。我评价高的国内那些店，我先不说食材的产地，至少选材是新鲜的，但是他们根本不会去说，也不会去宣传。像贵州吃的那些牛肉，我不去问他，他根本不会去讲，也不会去介绍。很多说易贵和花钱玩营销，据我所知，他都完全不介绍自己怎么熬汤的。我们国内有个最大的问题，骗子最爱宣传，真正做事埋头苦干的，完全都不说话，就这点太差了。虽然没说不给拍摄，但这个完全挡住了，等于不给你拍。我点的是盐拉面加他们的特选黑猪肉，点错了，我也其实要的是馄饨盐拉面。拉面应该是1400日元，加肉大概是1250日元，反正不便宜。日本人普通人的工资也就税后20到30万日元吧，这个消费挺高的，起码是中国的4倍。有3个月没吃日本拉面了，感觉一次性筷子相对来说质感挺不错的。叉烧味道不错的，不是那种一咬就软烂的，也算有劲道，有点腊肉的味道。这个面条开始吃不算惊艳，但是很耐吃，越吃觉得口感越好，面也特别香。东京拍过那几家拉面店的口感有点像这个，但比这个耐吃程度差远了。虽然是机器制面，但是技术含量真的很高。你们看，我前面也拍到个有制面的房间，他说是什么名古屋的鸡蛋，我吃着跟黄天鹅的鸡蛋差不多。我现在开始说缺点了，就是太咸了。我敢说80%的中国人都会觉得咸。我进店的时候跟点菜的说，我要淡点，要减盐，他说不可以，都是熬进去的盐。一般在国内的店铺不能选盐度的，基本都是预制菜。这家店好像是个连锁店的总店，但吃着不像工厂半成品勾兑的。我也不能100%确定，只能说大概率应该不是。我今天吃这个店，让我有点微微明白了这家店为什么咸。一般我们吃到咸的都是盐直接撒多了，但这个我仔细品了一下，有点不像直接一次性撒进去的，可能他说的是真的，一点一点炖进汤里了。一般咸的东西都是直接吃咸，它这个是循序渐进回味的咸。但我还是说结论，我不喜欢吃那么咸的，汤都完全没法喝完，鲜度都被咸麻了。但它这个面条的香味和口感，让我觉得还是很好吃的。
我现在在做视频，我都想再吃一碗。如果哪天有空，我可能还会再去吃一次。我现在回想，吃它这个面条，是让我极致的享受。如果盐度再减少一半的话，那就更完美了。我基本没遇到过这种单吃面条就让我折服的店，完全不考虑汤的情况下。也有可能是它的汤好，只是被咸味盖住了。对了，它的汤一点鸡骚味和闷味都没有。东京那几个鸡汤面还是有点鸡闷味，我虽然给的分高，可我没那么喜欢吃。我最近思考了下，还是把评分标准不能以最大优点的评，有差有坏的还是不给分了。像那几个高端店铺，它一大堆不好吃假的高端食材，但给你吃一两道很好的。像这种我以后就不给高分，我就不评分了。仔细想一下，它这个叉烧其实也很好吃，就是咸味盖住了，口感香味都不错的。辣跟咸还不一样，太咸的我真吃不来，特别辣的我还喜欢吃，这也是个人口味问题。不过今天以后我会去学习，盐度不是直接一堆加进去的，尝试去理解。如果你们要来，就去店的 IG 找图片给点菜的人看，菜单日本人都看不懂。我排队的时候，我跟日本人聊天，他都不能确定很多菜到底是什么，他也问了店员很多。我个人建议来别吃蘸面，虽然好像是招牌，我看大众点评中国人说面太冰了，吃不习惯。这家店其实好像还行，我现在看视频还是想吃第二次。我下次去要加面，其实加了面可能就没那么咸了。对，我还要再去一次。这个店应该是我唯一吃面第一次想单独加面的店。面条确实是极致的好吃。